男人回到家里捉奸，他愤怒地给妻子灌进卫生间，然后一拳打到小白脸。Ты все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ял. Давно мучите. Ты все давно придумали. Жена и друг. Просто классика жанра. 接连几拳后，鲍里斯拿起桌上的摆件，想要给他送走。切得很鲜的在背后给了他一刀，果然最毒妇人心。看着垂死挣扎的鲍里斯，阿历克谢拿起刀送到最后一程。没多久，鲍里斯再次从野外复活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死亡了。背部的刀伤是他妻子和他姘头所为，额头的枪伤目前还不知道，所以他要查明真相，第一个杀了自己的人是谁。女儿吓坏了，爸爸刚给买的新车就撞到了人。阿尔乔姆丝毫没有管鲍里斯，打开车门急切地关心女儿的状况。女儿看到鲍里斯的尸体腿一软，阿尔乔姆连忙安慰他，人还没死。换成鲍里斯天生橡皮人症，骨骼系统异常，手臂能像蛇一样盘绕，根本就死不了。随后在女孩的帮助下，鲍里斯被塞进后备箱。女孩为了感谢阿尔乔姆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阿尔乔姆将鲍里斯安置在停尸房后，决定独自一人前往仓库调查。他找到一个梯子，将手机对准内部拍摄，然而他的行为很快就被发现。手下制服了阿尔乔姆后，向头目克利亚汇报了此事。阿尔乔姆趁机逃跑，手下一个板砖再次将他放倒。看在附近修完车的女孩见状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一脚油门就冲了过去，成功救下了阿尔乔姆。手下在地上发现了阿尔乔姆的钥匙，上面写着停尸房的地址。克利亚立刻让手下去把阿尔乔姆抓回来。在停尸房的鲍里斯苏醒过来，他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。第一个人走进来查看时，鲍里斯悄悄拿起手术刀。Серега! Серега! Не двигайся, я сказал! Положи стекло на пол! Ты что сделал? Ты что сделал? 当鲍里斯包扎完伤口，拿起包里的工具，让手下挑选一下。手下二话没说全招了，他的帮派二把手克利亚派来的。鲍里斯简直不敢相信，他愤怒地给克利亚打去电话，发誓要亲手掏出对方的心脏，拿回自己的钱。克利亚吓坏了，黄能是老大指着他干的，随后召集小弟们去干掉鲍里斯。Что-то не разглядеть. Можете экран чуть поярче сделать? Так, норм? Блин, нет. А можно сейчас вот... Что важно же все черты разглядеть, чтобы запомнить. Ага. Да все. Можете мне по аэродропу скинуть? Ну-ка, мужики, двигайтесь маленько. Так. Скидывайте. Что-то не приходит. Ну, я скидываю. А Bluetooth включили? Все, я, включил. Вот Bluetooth твой сраный, вот Wi-Fi. Тогда ты выключи, у себя включи. Там надо еще доступ всем открыть. Точняк. У меня только для друзей стоит. Ну, вот у меня тоже такая проблема. Реально бесит. Мне еще раздражает, когда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. Ну что, охренели, что ли, все? 鲍里斯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主动找到黑帮老大质问对方。威克抢走了自己辛苦攒下的血汗钱，还妄图杀人灭口。黑帮老大一脸茫然，反驳道：“如果他真的想杀鲍里斯，早就动手了，根本不会等到现在。”就在这时，克利亚持枪走了出来。鲍里斯立刻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克利亚搞的鬼。克利亚有一点没想通，这里明明照着鲍里斯后脑勺开的枪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 Это что значит? Деньги твои я забрал. Аккуратненько их стопочками дома поставил. Они своим присутствием помогают мне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завтрашнем дне. Ты что, охренел, что ли, Коль? О, Борь, кстати, спасибо тебе огромное, что ты его убил. Коль, послушай меня внимательно. Я хочу тебе кое-что пообещать. А тебе лучше поверить,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произойдет так, как я сейчас тебе скажу. Я вернусь за тобой. Я приду к тебе домой. И когда ты спишь, я разорву твое лицо вот этими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руками. И когда я... 妻子为鲍里斯举办的葬礼，见到他真的死了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与此同时，克利亚正在发表悼词，
平常老大对他而言就像父亲、兄长、祖父一样重要，曾教会他一切。他将继承老大的帮派，虽然凶手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他有责任也有荣誉去查明凶手是否有同伙，并惩罚他们。半夜，阿尔乔姆将鲍里斯挖了出来。鲍里斯表现出强烈的愤怒，发誓要抓住那个混蛋，用自己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放入棺材再救活，反复折磨他。阿尔乔姆想要劝他放弃，鲍里斯却坚持要杀了克利亚，拿回自己的钱。克里斯蒂娜插话说，他死太多次了，而且最近流的血越来越少，两人都担心鲍里斯复活的次数是有限的。克里斯蒂娜研究过这个问题，认为鲍里斯可能是吸血鬼、狼人或者凤凰鸟，建议找专家咨询一下。鲍里斯决定暂缓报仇一事，先把自己不死之身的事搞明白。克里斯蒂娜在网上预约了几位有特殊能力的人，随后他们开始通过视频连线咨询。第一位通灵师看到了确诊鲍里斯的妻子出轨问题，第二位声称鲍里斯运势不佳，碰上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试图推掉他的法术服务。越听越邪乎，鲍里斯直接关了笔记本电脑，不想再听这些骗子胡说八道。所以鲍里斯又在两人的生拉硬拽下，在线下找到了一位大师。阿尔乔姆前要介绍鲍里斯无法死去的情况，大师要求阿尔乔姆给他笔记本，随后开始询问鲍里斯的身份和背景。鲍里斯起初不愿回答，但大师坚持，鲍里斯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黑暗过去，实施过勒索、酷刑，甚至犯下命案，但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行事。鲍里斯还提到自己有一个前妻生的女儿，与前妻的关系更像了掩护，他们互不过问对方私事。他在追问他第一次死亡时的情形，鲍里斯提到那天是女儿的生日，在看美食节目后做了一个蛋糕，点了一支蜡烛，那个蜡烛怎么吹都吹不灭。鲍里斯突然发怒，认为大师在套他的话，回头把记下来的这些交给警察，他就得坐牢。阿尔乔姆追了出来，他分析鲍里斯本是个心理阴暗的人渣，应该下地狱被火烧死，但在临终之际这天期盼着美好结局，并确认他当时在想着女儿。鲍里斯承认那天他已经金盆洗手，发誓不再碰这个行当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。阿尔乔姆解释道，因为这上面的人还未决定是送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所以他被困在人间，周而复始的死而复生，直到最终判决。鲍里斯觉得这太荒谬，但克里斯蒂娜对此解释很感兴趣，认为鲍里斯就是活生生的证据。大师提议可以检测血液的魔法反应，但阿尔乔姆表示鲍里斯的血液早已不再流动，身上的淤青也不再形成，且状态越来越差，而且鲍里斯已经感觉不到疼痛。大师由此推断鲍里斯的生命并非永恒，他即将真正离世，可能下的死亡真的永久的。鲍里斯对此表现得异常平静，说自己本就多活了些时日。他随后表示必须解决掉克利亚，并拿回自己的钱。У меня муж умер, точнее погиб, и он все время ко мне во сне приходит и мерещится везде. Вот. Да вы там охренели, что ли? А что я не так делаю? Сначала этот пырь звонит, говорит, бессмертный. Теперь ты мне говоришь, что во снах является. Заняться вам больше нечем, да? Пошла в жопу. Деньги я не верну. 鲍里斯单枪匹马闯入克利亚的公寓，成功找到了自己的血汗钱。正准备枪杀克利亚时，却听到克利亚在电话里命令手下绑架了阿尔乔姆。鲍里斯照先放弃暗杀克利亚，转头去营救阿尔乔姆。凭借着不死之身，轻松干掉了克利亚的几名手下。鲍里斯的妻子玛丽娜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，她梦见鲍里斯还活着，不过阿列克谢的劝阻，打得她前往墓地查看。可眼前的一幕再次让他们傻了眼，玛丽娜有些崩溃，决定去警局自首。阿列克谢死活不同意，争执中玛丽娜给阿列克谢推死了。另一边，警方根据那3名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克利亚的帮派，发现帮派实地洗钱和非法货物交易，并逮捕了一名重要成员瓦连京。克利亚得知瓦连京被捕并准备作证后，他雇佣了外地的杀手，计划袭击警局进行灭口，目标是一个不留，包括警察、证人、无关人员。鲍里斯为了家人得到安全，给克里斯蒂娜和阿尔乔姆的母亲送到外地躲一段时间。最后一个让他牵挂的是他的女儿。然而当来到孤儿院寻找女儿时，却被院长告知安娜因为打架被送到了警局。鲍里斯想要冲进警局把女儿救出来，阿尔乔姆提醒鲍里斯，警局里有几十名武装人员，他们会直接杀了他，而且他这次可能再也活不过来了。阿尔乔姆建议可以按常规方式处理，比如交保释金。鲍里斯指出他们的通缉令已经贴满全城，无法正常交保。阿尔乔姆突然提到全面消毒的点子。半个小时后，鲍里斯和阿尔乔姆穿着全套防护装备进入警局大厅，前来警察询问他们的身份。阿尔乔姆平静地解释，他们是来进行消毒作业的，而且这属于最高机密。鲍里斯两人进入警察局内部后，搜寻了一圈也没看到女儿的身影。所有两人来到前台，将值班警察支开后，开始翻找女儿的资料，却见到玛丽娜冲进警局，大喊着自己杀了人。值班警察将她带到办公室询问。鲍里斯在找到女儿被转移的消息后，正打算撤离，却察觉到擦肩而过的一名警察气场异常，心中警觉，猜测玛丽娜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。他立刻让阿尔乔姆先行离开，自己则留下来查证情况。阿尔乔姆认为鲍里斯疯了，提醒他玛丽娜不仅曾背叛过他，还亲手杀死过他，但鲍里斯执意如此，
只能嘱咐阿尔乔姆务必找到他的女儿。与此同时，杀手安放的炸弹引发了警报，警局开始紧急疏散人群。混乱中，鲍里斯趁机与杀手缠斗，但面对人高马大的对手，他很快落入下风。却在杀手举枪准备将他爆头时，阿尔乔姆急着赶到，救下了鲍里斯。在短暂恢复神智后，鲍里斯注意到杀手捡起了掉落的手枪，他立刻挡在了阿尔乔姆的面前。鲍里斯2枪打破气罐，干掉了杀手。